大家好，我是北美胡歌。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子弹上面的选择。最普遍的子弹头呢，就是 Full Metal Jacket，就全金属的。就是这个壳呢，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金属。最普遍的呢是钢的，这是钢的金属。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铜的，铜的话就是磁铁粘不上，钢的话粘得上。然后咱们最后再讨论它们就是这个金属的区别有什么，对打枪啊和枪管上有什么区别？对，这就是全金属头。第二种的话呢叫 hollow point， 就是空心点。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子弹，这个就是 Federal 的150 grain copper。这是我买来专门用打猎用的。因为在加州好像是从2018还是2019年以后，不能打猎的时候呢，不能用有含铅的子弹头。然后呢，这个子弹头全都是铜的，整个都是铜。然后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在打猎的时候呢，要是用有铅的子弹头，它有可能在肉里边还会有铅，吃的时候到身体里边当然对身体不好。第二个呢是在打猎的时候呢，铅的话呢对大自然也不好，所以说现在加州不能用含铅的子弹头打猎的时候，在打靶场的话无所谓。然后呢，咱再说回这个空心点的子弹头吧。它呢，空心点就是说呢，在这个子弹里边呢，它里边是空的，大概到这么深吧。然后它还分成4瓣，不知道看不清楚。它的作用就是说，在打到猎物上、打到肉上的话呢，这个头很大的，就是很快的会长大，变成一个花样。然后呢，就是大概这个子弹的话，能打到这么大吧，可能比这小一点点。然后呢，作用就是说呢，它把自己的就是子弹的能量很快的转到肉上，然后呢，伤口很大，杀伤力很大，但是呢，它不会打得那么深。然后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在打完猎你得找子弹，所以说不需要去拿刀去那么深的里边找，看看子弹在哪儿。然后这个打的不会那么深。然后呢，因为它头变大的话呢，对内脏也就是对猎物的内脏杀伤性很大，马上就把内脏打碎了，然后呢死得很快。对，但是呢，在家里要自身就是防卫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很好。说错是很好，是因为首先呢，他不会穿那么多墙。第二呢，第二的话呢，当然了，就是要是对方没有穿防弹背心的话，这杀伤性也很大。第三种所谓的 soft point， 这个也是经常打猎用的。就是头呢也是铅的，下面是钢的，就是这个是钢的，但是也有可能是铜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金属。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呢，它因为头也会长大一点点，所以说有点像 hollow point， 但是呢，它不像 hollow point 那么贵。我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便宜，所以说因为我打猎也不能这个，我只是打靶用的。对，也就这样吧。对了，这个子弹头还有第三种子弹头就是5.56子弹呢有2种。最普遍的有2种，当然了，军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最普遍的话呢是 M193，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Full Metal Jacket。铜壳里面是就是铅的芯儿。然后这个呢是叫所谓的 Green Tip， 因为这个头这块呢是它这个钢，就是子弹头的头，它是钢的，其他的还是铅。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然后它的好处呢就是，军队发现就是这个子弹呢，因为它速度很快，大概1000米1秒钟吧。然后打到任何东西上，打身体上，打到比如说木头上的话呢，这个子弹头马上就会变碎。但是打到身体上的话呢，就打到肉体上的话呢，好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杀伤性很大，因为碎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在身体里边会打个很大的一个洞。但是反过来，比如说要是敌人在墙后边木头后边的话呢，这个穿心力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呢，他们开始做了一个这种就是green tip， 就是前面是个钢的 penetrator，但是呢，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子弹头是钢的，所以说在美国这不算穿装甲的子弹，所以说呢，大家还可以买。但是比如说有另一种子弹是黑头，它就整个都是钢的话呢，那种的话只有军队才能用。第三个事儿呢，咱们可以讨论的就是子弹头的重量。比如说这两发子弹长得一模一样，一个是118 grain 还是115 grain 我忘了，一个是115 grain，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124 grain， 然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呢就是一个重一点，但是在手枪上面的话呢，这倒没有什么太大区别，115和124，因为首先子弹打也不可能打那么远，然后呢，我买的原因就是看哪个便宜，经常的话是差不多价钱，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呢，子弹头的重量在步枪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在7.65上呢，这个是100，这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子弹，对，这个才特别好玩。我买了很多就是军用剩下的子弹。这发子弹呢是马来西亚生产，1981年11月25号，11月28号生产。这个是好像是145还是147 grain 的头。再反过来呢，比如说这个吧，这个就是 Tula 的165 grain 的头。它们的区别呢，首先是这发子弹它的速度快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速度快，它打得所谓就是更直一点，就是它不会在远距离的话，它不会掉那么多。比如说在300到400米的时候呢，我记得在100到200米的话，它们两个区别不是很大，100米的话一模一样，200米的话可能就差2寸3寸。但是到300到400米的时候呢，165、168grain 的这个子弹头呢，和147的话，大概就差这么多吧。所以说当时在瞄准的时候呢，在瞄准镜上必须得调好。然后第三个区别就是说，子弹的重量和那个枪管转度还要选好。比如说子弹就是说错了，就是枪管的话，有些枪管是10寸转一次，有些枪管呢是12寸转一次。然后它那种就是它的转度的话呢，必须得选好子弹。我现在记不清楚是重一点的子弹需要快一点的转，还是反过来。我应该是重子弹更快一点，但是回去我查一下，然后呢，在大家下边写清楚。那好，这是子弹的重量。那咱们现在说一下子弹头金属有什么区别吧。这个子弹头这个子弹就是 Wolf，咱们先说子弹头，对，它是钢的，然后外边镀了一层铜。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全铜的。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见一个网站叫 Lucky Gunner， 他们专门卖子弹。然后他们拿了一些就是他们用5.56的子弹试，然后他们打这是 Federal 的子弹，说实话我没有这个壳，但是就是 M193 对吧？就是整个的全都是铜的子弹头，和俄国生产的就是钢的子弹头，他们打各种各样子弹，好像有4种子弹，然后每个子弹呢用另一把枪，然后他们每把枪打1万发子弹，然后他们发现呢，就是在打1万发以后，打铜子弹头的枪还挺准，然后呢子弹，然后他们对，反过来在钢的子弹头以后，4000发子弹的时候呢还比较准。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在5个 MOA 在100米的话呢，就是12厘米左右吧，还算可以。但是打到6000发子弹的时候，子弹已经横着飞过去了。然后呢，然后他们打完以后呢，他们把钢管直着切开，他们发现这个铜头的子弹还可以用，
但是呢，打钢头的枪管的话呢，已经是变成滑膛了，就是因为钢比铜要硬，所以说它的磨损和摩擦力比那个铜要大，所以说把钢管已经是就打光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就是当然了，子弹壳有什么金属？这个子弹壳呢，大家可以看见是钢的壳，这个呢就是铜的壳。它呢区别就是它有两三种区别。第一个呢是因为钢比铜要硬，对吧？然后它在枪筒里边呢，子弹在爆炸的时候，就是子弹在打子弹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英文叫 neck， 就是它会胀大一点。当然的，铜的胀大会更好，就是因为软的胀大的更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火药喷出去以后呢，它不会反过回来。所以说，铜的子弹壳打得更干净，对枪来说更干净。但是钢的子弹壳呢，就是会脏一点，而且因为它在上子弹的时候，它也会磨那个叫什么枪管，不是忘了怎么说了。对。然后当然的区别就是铜的子弹就是头和壳比钢的子弹头和壳要贵很多。然后价钱的区别呢，就是这个大概是一发子弹是33分左右吧。钢的话呢，最便宜就是这些俄国生产的话，18分、17分、20分左右。一发，等一下，隔壁的狗在叫。狗叫完了，然后咱们再接着说。然后呢，它的价钱区别就是大概10到12分左右。所以说呢，打完1000发以后呢，可以省，就是用钢的子弹的话呢，就可以省大概120块钱左右。所以说呢，Lucky Gun 的那个网站上就说呢，这还是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呢，我现在开始已经大部分的时候就只是买钢的子弹了。因为比如说一个一个枪管对吧？一个枪管是100块钱左右，115块钱。然后一个特别好的枪管就是 match 那种的话，200、300块钱。我要打4000发子弹的话，我能省300块钱。所以说我还是我还省的比用钢的子弹省的还更多钱。对。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没有说的，就是铜的子弹壳呢，它还可以去重新再装，就是打完子弹以后呢，还可以洗一下弄干净了以后呢，还可以去重新再装自己新的子弹，就是安个火底儿啊，然后重新搁一个火药。美国呢，很多人去自己装子弹，但是呢，我觉得时间太浪费时间，所以说我不自己装，而且还需要一些很多东西，所以说没有太大的省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说无所谓。但是区别就是说呢，这个子弹呢就是 remanufacture， 就是用过壳的子弹，不知道看不清楚。比如说这会儿可以看见它会被挤压过。然后呢，区别就是说呢，我自己发现用 Freedom Munition 的就是 remanufacture 子弹呢，比如说打40-50发的话，就有1发的话就被卡住，有可能就是因为是哪块不太匀，尤其是在这个部分不太匀的话，它就被卡住，然后呢还得重新上子弹。当然了，在靶场的话呢，区别并不是很大，但是真山上火并的话呢，当然了，应该买新的子弹。还有什么事情吗？好像这么多就差不多了吧。那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然后咱们下个礼拜咱们再见。好，谢谢。